继双梦妈那集杰瑞享受3人行的艳福后，在最新的剧情里，他又将遇到更加惊心动魄的伦理挑战。这一晚，瑞克一家在熊猫快餐品尝美式中餐，杰瑞眉飞色舞的冲家人们秀起了中文，在一派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老爷开着飞船姗姗来迟，杰瑞又动员大家去动物园玩。莫妈嘲讽他单纯是想去吃斑马饲料，明明吃了会拉肚子，杰瑞这二货还去吃了2回。瑞克一家吃饱喝足后，店员又端来了赠送幸运小饼干，饼干里又塞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各种心灵鸡汤式的祝福语，据说只要吃下饼干，纸条上祝福就会成真。莫妈、小莫、桑美都随便看了一眼，他们都很清楚这单纯只是讨个彩头，商家的一种营销策略罢了。唯独杰瑞这一眼，差点把眼珠子瞪爆。他的纸条上写着：“我将会和我妈妈那啥。”虽然家里人都把这当成了一个恶作剧，但一向兴奋玄学的杰瑞却始终放不下。不怕1万，就怕万一真要走到那一步，他还如何做人？晚上杰瑞辗转反侧睡不着，便钻进厕所抠嗓子眼，想要将饼干吐出来阻止预言，结果发现自己的呕吐反射好像失灵了。杰瑞对骑马预言越来越信以为真，接到妈妈电话都会吓得抖3抖，令家人们哄堂大笑。屋里屋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息。桑美还在抖音上发老爸的窘态，P桃色聊天记录。杰瑞被捉弄够呛，然后突发奇想穿上小莫的衣服，想着自己扮演小莫，那他的妈妈不就是老婆了吗？莫妈没工夫理会他的胡闹，他约来太空莫妈，带着一家人准备去动物园玩。扬言杰瑞要是不跟着大家一起去，他会很生气，毕竟昨晚可是杰瑞提出要去动物园的。杰瑞为难的时候，老爷意外的出面给他解了围，借口是概率探测器读数异常，他要帮助女婿再检查身体。一回屋，老爷就告诉杰瑞，自己压根就没扫描他，因为幸运小饼干本就是无稽之谈。他之所以会帮杰瑞这个小忙，是因为他认为不管多么脑残的人，也有权利去认真对待他认为重要的事。为了让杰瑞安心，老爷随手用概率计算器朝他一扫，忽然脸色大变，这数据还真有猫腻。老爷随即拿了2个盒子，其中一个里面写下杰瑞老妈的名字，让杰瑞背对着盲选。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不管老爷如何调换盒子的位置，杰瑞都能准确猜出有老妈名字的盒子。虽然概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玄学的状况，但100%的准确率显然有些不太正常。这时杰瑞接到老妈发来的短信，说他忽然想儿子了，正坐飞机赶来看望他。杰瑞吓得当场就想逃离地球，老爷一把把他扶住，说别慌，咱们一起杀回熊猫快餐店，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两人说干就干，老爷一把推开快餐店后厨的门，餐厅员工纷纷掏枪朝他清空弹夹。老爷心想，反应这么大，肯定有蹊跷，当即手持双枪开启了杀戮模式。餐厅员工哪里打赢这种神仙局，一个接一个命丧黄泉，片刻间就只剩下2名店员。老爷这时才弄清楚，他杀的原来是一群毒贩。误会解开后，双方才在尸堆上开怀一笑泯恩仇。看来这毒枭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老爷在毒枭那里查清幸运小饼干的供应商，随后开着运货车潜入该公司。老爷一番侦查后发现，这公司内部装满了监控摄像头。杰瑞想让老爷黑掉摄像头，老爷吐了他脑子进水，这不等于告诉所有人有人入侵了？想要继续渗透，必须要乔装一下。老爷大喊一声，就换上了西装革履。杰瑞则是意想不到来了段美少女变身，别说变身动作还有点小帅。操控命运的饼干竟然是外星怪物的大便。老爷和瑞克一路摸进会议室，发现这家公司的美女总裁正向英方政商2界大佬灌输贩卖命运的理念。奇怪的事情不止如此，该公司给10家员工发的福利居然也是幸运小饼干。有人得到预言是升职加薪，有人得到预言是扬名立万。另一个房间里，一名还不起债务的男人被强塞了惩罚性的饼干，他盯着纸条，满脸绝望，因为他知道上面预言一定会实现。老爷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该公司生产幸运小饼干能够预言未来，不管走向是好是坏，都能靠小纸条来干预调整，简直就像上帝一样。老爷顿时大喜过望，这么牛逼的能力，他今天要定了。杰瑞一瞧，立马垮起了脸。老爷摆摆手安慰女婿，说至少在骑马这件事上，他已经抢在杰瑞之前了。杰瑞一听，当场懵逼，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就在此时，饼干公司察觉到入侵者，老爷一瞧，这来了2名保安，当场掏出高科技武器迎战。不料保安们吃下幸运饼干，获得战无不胜、无往不利的预言。结果老爷的高科技武器瞬间瘫痪，他靠着上一集梦游锻炼出强壮体魄，企图回归传统打法，用拳头制服保安。然而战神状态下，保安闪避拉满，出拳必中，老爷一瞧打不过，因而杰瑞当人肉盾牌，钻进通风管道逃跑。保安掏枪几梭子打出去，完美演绎了夕阳红枪法。杰瑞责备老爷不顾他死活，老爷只好给他解释，因为预言的作用，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杰瑞骑马，所以在完成预言之前，他一直都会是不死之身。保安将入侵者情报上报给女总裁，他意识到必须要帮杰瑞实现预言，才能解除他的无敌 bug， 于是当机立断去搬请杰瑞的老妈。另一边，老爷和杰瑞逃进饼干工厂，发现里面困着头外星怪物。所谓的幸运饼干其实是他的金克拉，这种怪物的食物就是混乱。眼前这头因为肠胃出了点小毛病，导致他的消化系统会去除所有随机性，只剩下一个唯一的绝对结果。有一个怪老头负责往里面加纸条，幸运小饼干就新鲜出炉了。这些纸条大多数写着毫无卵
的鸡汤祝福，也是市面上流通最多的平民货色。毕竟物以稀为贵，那些能让人走大运的至臻款饼干，只会高价卖给政商两界大佬，这也是该公司的营销策略。至于你会和你妈那啥纸条，却是怪老头偷偷塞进去的，他想以此引来外界注意，好有机会解救那名外星姑娘，然后带她躲起来，开始没羞没臊生活。可惜他印了好多条，却只引来了杰瑞和老爷。看来其他人真是作孽啊！老爷一听就知道这人精神有点问题，提醒这种外星怪物没有情感。就在这时，女总裁带着杰瑞的老妈杀进工厂，要将杰瑞就地正法的给办了。杰瑞吓得提起裤子到处乱窜，他老妈被预言的力量驱使穷追不舍，老爷失去了趁手的人肉盾牌，只得孤身引战。敌人虽然人多势众，而且全副武装，可凑一块也敌不过他1/1000的智商。老爷反向利用敌人吃下强化纸条，强强爆头男被他控制怒杀队友，空火男被他利用元素克制击败，还有个不死男被队友一梭子打得血肉模糊，痛得生不如死。永恒恶魔说这个我收。老爷各种移形换影，闪转腾挪，很快将敌人逐个攻破。他想着师夷长技以制夷，顺手给自己塞了一堆饼干，发现全都是没用的鸡汤纸条，其中一条上面写着你能找到新朋友。对于老爷来说，这就是卡不死之身的 bug 预言了。瑞克为救杰瑞竟然放弃成为上帝，老爷转头将没加入纸条饼干一个个射进敌人的嘴里，这些人立即好似中了随机的魔术戏法，变成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还有2位老哥当场开始激情四射。消灭饼干公司4人武装后，老爷发现女总裁竟然也是不死之身，原来她也还没有完成自己的预言，也就是我会成为最成功的商人。老爷对此嗤之以鼻，掉进钱眼子里的人也就这么点出息，看他分分钟黑了全世界银行，把钱汇到女总裁账户上，再分分钟把钱转回去。女总裁只当几秒事业首富，就彻底一败涂地，一无所有了。他不甘先吃下一大堆没加纸条的饼干，结果被各种不确定预言变成了怪物，发烧宰了老爷，以泄心头之恨。双方又开始缠斗，女总裁一发能量弹炸碎了外星怪物的牢笼，重获自由的怪物立即将剩下士兵变成怪物的女总裁以及迷恋她怪老头全部吃掉。吃饱人肉后，外星怪物吐出了一份混沌能量，凭空形成了一个黑洞，开始吸收周围的一切。外星怪物眼看就要卷入其中，老爷赶紧拉他不撒手，一心想要得到这头怪物的能力。杰瑞和他老妈都逃不出这恐怖的吸力。即使是在快要完蛋的时候，预言依旧牵引着杰瑞去骑马。千钧一发之际，老爷终究还是心软了，他放弃了唾手可得外星怪物，转而去救了女婿和亲家。他还贴心写了一张杰瑞不骑马的纸条，帮助杰瑞解除预言的诅咒。杰瑞这时候裤子都脱了，正好再来一次美少女变身，充分利用现有素材来省经费。回家后，杰瑞偷偷顺了一块饼干送给老爷吃，纸条上却写着屁用没有的谢谢你。老爷一听杰瑞叫他朋友，气得顿时火冒三丈。他这一趟获得不死之身，就是靠你会找到新朋友的预言。他已经计划好孤独的永生下去，结果一番算盘全被杰瑞这句话给破坏掉了。杰瑞说既然超能力没有了，咱们及时止损，至少留下友谊吧。老爷瞪了他3秒，猛地一巴掌打翻了友谊的独木船。虽然嘴上依然不饶人，但老爷现在明显越来越有人情味了，否则他也不会在打了杰瑞后还道歉自己下手重了。再说小莫这一边，他们在游乐园游玩的时候看到一条奇怪的广告，广告里的人们为了争夺斑马饲料开始自相残杀，而广告词却反复强调你是斑马请不要使用斑马饲料。小莫看完广告的一番话，隐隐点出了这一集的主题，商家用充满噱头广告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斑马饲料包装成一种新奇的商品，诱导人们花冤枉钱。幸运饼干也是如此，一句毫无意义的鸡头祝福以及吃下饼干祝福就会实现的噱头，就能将一种平平无奇饼干变成餐后必吃的甜点。这些体现也正是资本对于消费者正常需求的异化。